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自川普确定胜选后，特斯拉的股价可以说是大暴走，想不到到了今天依旧是飙升的状态。由于最近特斯拉并没有太多车辆或者自动驾驶方面的大消息，所以这周疯狂的涨幅可以算是来自川普胜选的甜美结果，这毫无疑问吧。今天里面除了要跟大家聊聊在川普胜选后马斯克的一些动向之外，还有一些 Cybercab 与 Cybertruck 的新消息，以及美国电动车市场即将注入的一些新活血。如果你觉得我花大量时间所收集的资料与剪辑的影片对你了解电动车市场有些帮助的话，还请记得花半秒钟的时间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并追踪起我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无需花你半毛钱，但正是支持我每周发影片最大的动力。同时也要感谢伽马吹光隔热纸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各位有贴隔热纸需求的朋友，记得透过说明的链接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哦。继美国时间上周二晚上总统大选结果底定之后，许多与川普较为相关题材的股价纷纷飙涨，包含了虚拟货币。大盘中的道琼工业指数自上周三开始纷纷呈现大涨的态势，其中尤其以来这边的大家最关心的特斯拉股价更是瞬间拉高。从原本今年平盘的表现，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特斯拉的股价依旧在大暴走中，目前在上涨7%点多左右徘徊，从年初至今上涨了将近40%。而这么大的上涨幅度，完全就是靠过去5天所冲出来的。相信今年对许多特斯拉投资人来说，心情犹如洗3温暖一样，这样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在大选前的那部影片我说过，由于马斯克超级高调的助选，这次的选举不同的结果对特斯拉股价的影响将会是南辕北辙，但这样的涨幅还是有点超过我的意料之外啊。而同时特斯拉也趁着这股气势，市值瞬间再度突破1兆美金，只能说这两位话题性十足的男人联手对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但同时由于未来川普政府可能带来的政策方针转变，真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过去几天，大多与绿能相关以及半导体产业的股价则是与特斯拉相反，纷纷走跌，所以真可以说是马斯克押对宝了。但同时也不禁让人猜想，万一选举结果不同的话，不知道现今特斯拉的股价会是如何呢？不过这种事情都是无法验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关注的是未来川普政府对电动车的态度，以及马斯克在未来几年对白宫是否会有实质的影响力。目前看起来，选前马斯克超级高调的助选方式似乎也获得回报。虽然川普还没有走马上任，但选后的这几天，马斯克几乎天天都在川普的海湖庄园出现，且不只是与川普用餐这么简单，甚至当川普与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时，马斯克人也在现场。像是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致电川普祝贺当选时，川普还特别开启扩音，泽伦斯基同时也当面感谢马斯克提供乌克兰 Starlink 的网络服务。由此可看出，川普对马斯克也完全的推心置腹。同时对于未来川普与共和党的人事决策，马斯克也更积极的献计哦。像在昨天周日，他更直接在 X 上公开表明支持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Rick Scott担任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所以我们看到选前马斯克对川普出钱又出力，确定胜选后现在开始获得回报，许多人都在关心马斯克有没有可能接受川普的邀请正式担任公职。虽然我个人觉得机会应该不大啦，因为担任公职后对他而言会有许多的限制，像是资产需要交付信托，避免利益冲突等等的。我感觉目前这种没有头衔或者是一个无给职的荣誉顾问，最重要的是与川普保持既像朋友又像家人的关系，或许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力会更大也不一定哦。但短期内川普的一些政策主张，像是降息以及是否有可能为了特斯拉而改变无人驾驶的监管规则，特斯拉都有可能而因此获利。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川普的能源政策是否真会如他所言，上任第1天就废除掉所有拜登政府的电动车相关规定呢？尤其联邦税务补助的部分，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项重要的补助川普正式上任后还会延续吗？不过在川普正式走马上任之前，选后联准会在前几天也宣布再降息1码，并说到12月的利率决策会议将会是个关键。若明年财政政策有再次引发通膨风险的话，不排除会再做升息等考虑或讨论。所以我们明年就来看看，到底川普增加关税、倾向降息等措施，最终是否会导致通膨再起，还是会如他所想的大举开采石油、天然气以后，只要石油价格下降，通膨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总之这几天美国是再度降息1码以确
确定，更能看出富途对各位观众有多么的佛心。因为目前新开户的3个月超高8.1%利息依旧不变，且有的观众在符合入金资格后，依旧可获得16股免费股票，其中有一股保证是 NVIDIA。这么好的开户礼，各位有美国沙马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详情请看我下方说明栏或者留言区置顶的连结。而在近日特斯拉股价大涨之后，许多分析师也纷纷调高对特斯拉股价的目标价。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最终特斯拉的 FSD 何时能够成真，依旧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尤其如果 Cybercab 真想要在2026年能够如期推出的话，现在需要开始进行相关测试，一点也不算太早。好消息是，近日有人在德州 Giga 工厂目击到 Cybercab 无人计程车正在跑道上进行测试。由于这款车没有方向盘、电门和刹车踏板，所以只要一上路，一定就是无人驾驶的状态。因此，与加州相对严格的自动驾驶法规相比，特斯拉选择在德州 Giga 工厂的私人道路以及更宽松的自驾法规的环境下，来为 Cybercab 无人计程车进行测试是可以预期的。若根据特斯拉在上次的财报中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明年第2季度需要监督的 FSD 能够达到每数万英里才需要一次紧急介入的程度。马斯克同时也表示 ，Cybercab 在正式上市之前，无需监督的 FSD 将会先问世，非常有可能会在德州与加州率先使用。但目前这也是让人最好奇的地方，由于特斯拉一直没有公布过 FSD 相关的介入里程数据，但根据目前车主自行参与的大数据统计 ，FSD V12.5 版的数据已经累计超过5万英里，但每次需要紧急介入的平均里程数依旧还是在150几英里的位置。明年第2季要如何达到数万英里的程度，即将推出的 V13 版会有什么样的大进步，将是我个人非常关注的重点。不过至少现在我们开始看到 Cybercab 的测试画面，绝对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对我而言 ，FSD 是否能够真的成功无人驾驶，我觉得这是比谁当选还要更重要的，因为这才是特斯拉这间公司的核心价值所在。另外，上周才跟大家聊到关于特斯拉投入大量心力研发的 Cybertruck， 由于定价实属高昂，销量可能不如预期的理想，在交出了4万多辆车以后，美国的预定订单似乎就已经被满足了。我就说，特斯拉针对 Cybertruck 应该开始会有更多的动作。果然，继上周连加拿大也全面开放可直接购买 Foundation 版本的 Cybertruck 之后，美国这边特斯拉也新推出可用租赁的方式来获得 Cybertruck。目前每个月的租金为999块美金起跳。在美国，车辆用长租的方式非常常见，因为每个月的租金往往比买车的贷款还要更低，不但可以保持都开新型的车辆，而且还无需担心维修等费用，租期结束时都还在保固内，最后也不用担心转售等麻烦事。再加上由于用租赁的方式，消费者反而可获得7500美金税务的减免。非常碰巧，我在上支影片才聊到，虽然马斯克说赞成政府取消所有电动车相关的补助，但同时只要有能够拿补助的部分，特斯拉往往也会想办法去获得。现在的 Cybertruck 不就正巧也是一例吗？不过我必须要说，这个租金在我看来还是有点昂贵的，因为考量到它每一年只给到1万英里的驾驶里程。虽然许多人说开电动车长途驾驶不方便，但说也奇怪，我自己开电动车之后，反而每一年跑的距离是比传统燃油车时还要多非常多。主要是因为 Autopilot 的方便性，让我更乐于做长途的公路旅行。如果你也跟我一样，那么长期租车可能就不适合你，因为超过的里程数往往会被收取高额的费用。以目前 Cybertruck 的租金定价，即便有了7500美金的补助，3年加上税等杂支，等于得要付出约5万美金左右，是新车定价的一半，却只能开3万英里。我个人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划算，所以我依旧维持上支影片的看法，若长租的方案效果还是不理想的话，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势必得要面临降价的压力。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觉得 Cybertruck 定价的甜蜜点会在哪里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预测哦。另外，虽然川普上任后对电动车市场是好是坏还很难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特斯拉以外的新车种也即将问世，包含了也是只卖电动车的 Lucid 正式推出了之前跟大家提过的新款 SUV Gravity， 目前已经开放下定，并且有望在今年稍后开始生产。Lucid 一直是在各项领域与特斯拉互别苗头的电动车，不管是电池效能、续航力或者加速等重点上 ，Lucid 的表现一直也是非常出色。不过目前他们走的依旧是高单价路线。
这款新推出的 SUV 比较像是对垒 Model X 的产品，尤其 Lucy 宣布刚又获得了足够的资金，至少可以支持他们到2026年，并且在过去3个季度呈现交付量与收入双成长的好成绩。我还是很乐见市场上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消费者才有机会获得更好的产品。另外，在过去于美国市场虽然拿不了联邦补助，但依旧卖得还不错的韩国车中 ，IONIQ 5可以算是代表的车种之一。近日，现代汽车也正式公布了2025年新款 IONIQ 5的售价与续航里程，必须说各方面上都还挺有竞争力的。它的起售价在将近44000块美金左右，增程的 S1 版本 EPA 续航力更是来到了318英里。且最重要的是，2025年版本的 IONIQ 5都将支援特斯拉的 NACS 与原本的 CCS 充电接口，更让车主长途旅行时可快速充电的选择大幅提升。同时，这款2025年的车款也是现代汽车首款在美国工厂生产的电动车，所以也将符合半价的联邦税务减免3750美金。在补助的部分，与原本特斯拉之间的差距就拉近了。虽然我个人是完全没有想要购买韩国车的念头，但却蛮看好 IONIQ 5未来的表现。但对于电动车整体的市场，还是要看川普上任后会有什么样的新政策。这一点，我想也是市场最难预期的部分。希望有了马斯克在身边的建议，川普能够对电动车不要下太大的重手。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呢？未来4年，美国市场对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制度上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友善，还是更艰困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理性讨论。今天没有就跟大家聊这边，感谢各位的收看。有美国山马还没有领取附图赠送的16股股票，包含1股专属我观众的 NVIDIA， 以及即便降息，还是给各位闲置金额3个月8.1%超高利息的优惠即将截止，记得赶快上车啊！错过了就没有喽。同时要感谢所有已帮我按赞与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